闭门鼓后，开门鼓前进行。明进出访外者，夜无故入人家，依刻漏法。昼漏尽为夜，夜漏尽为昼。为夜无事故，折入人家，吃40。女杀！上头有个女杀，快看啊！女杀啊！就在那儿，在那飘着呢。你看见了吗？哪儿有？哪儿呢？没有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看到。张谦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还是吃错药？谁眼花了呀？看错了。张谦，快醒醒！张谦。张谦胆儿也太小了吧！即便是见到了鬼，也不至于当场吓晕吧？嗨，谁说不是啊？昨天晚上还是我给他送回家的，他当时都吓尿了。张谦的胆子也太小了吧！我觉得也是，肯定是他装病偷懒，不想说什么？都给我闭嘴！快上去看一下，是死是活呀！是张谦。死因倒是挺简单。过度惊吓，心脏骤停，但这脸没法看啊！这俩眼珠子挖的，多亏子苏没在。你们就是在这里发现的？对，发现的时候已经这样。本来他应该跟我们一起巡夜的，昨天突然告了假。为什么？这得请示霍将军，否则不敢说。今儿来的都是药客，罩子放亮点，千万别出岔子了。知道了。别动！哎，就你呢！哎，蹲着！都不许动！趴好！说你呢！哟，这不是霍将军吗？走！霍将军，你这是奉命行事，还是私自抓捕？你可知道我是弱水会馆，他可是……闭嘴！跪下！博吸毒财物者，杖责100；聚众涉馆者，徒刑3年；丧众者，以窃罪论处。全部带走！起来了！走！这快点！今天晚上，你们谁都别想安生了。快点走！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弱水会馆的背景，找死吧你！死萨摩，你不好好跟着老大办案，你非跟着我干嘛？不是，那个，本来咱俩聊正事，那个他非要来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也是久仰萨摩兄的大名。既然萨摩兄是你兄弟，那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咱们是有福同享，有钱同赚嘛。对。那个，别卖关子了，你现在发什么财呢？这么说吧，如果我能保证稳赚不赔，你能拿出多少钱来？这个，前几天赚，见笑。你真发财啊！小意思。不是，你怎么赚的呀？
我现在有密报，知道哪些货品马上会涨。我之前那笔就是这么赚的。哦，你干这个呢？怎么样，入伙吗？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再小打小闹了，有多少资金全都拿出来，咱们一起干一票大的。咱们是兄弟，你们又是官差，我蒙谁我也不敢蒙你们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老婆本、棺材本、各种本都在里头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他还借了不少，还真不少，够难为你了。哎，三炮，你真不来？我这借了点儿，你敢赔，我就敢死给你看。哎，放心吧，亏不了你们，保证你们等着发达吧。喝酒来，这边行。来来。你说我虽然入行算晚的吧，比不上他杜远山之流，但我也算是快的了。你刚刚说的杜远山，就是被吏部杜侍郎赶出家门的那个杜远山吗？就是他。这个杜远山啊，年纪轻轻就力压群豪，这眼看着长安城都没几个人干得过他了。何止长安城啊，他跟全国的商人都有来往，权贵朝臣都跟他有交情，都找他接待。这话说回来，也真是奇了怪了。这他呀，只要是他经手的货物，他这么买进来，这东西肯定就暴涨。他这么一抛啊，这东西他肯定就跌了。你说他也只不过就比我大2岁，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哎，对了，你们知道前2天右侯卫将军查封了若水会馆这事儿吧？这若水会馆就是他杜远山的。若水会馆的老板不是周泰吗？哎呀，天真！这周泰算哪盘菜啊？这长安城都知道，若水会馆的幕后老板就是杜远山。看着吧，过不了2天，那周泰就会毫发无伤的给放出来了。霍将军今天大驾光临，魏某啊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直说吧。若水会馆查赌，抓的人当中有好几个是朝廷要员，罪责重了些，你们坐不住了是不是？霍将军还真是少年才俊，做事太直率，不给人留余地。如果在外领兵打仗，可真是升迁之道。不过，要是在这京都朝廷做官的话，魏俊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来教训我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儿在我这是铁案，你翻不动，你也没资格来跟我谈价钱。魏某啊，知道不够资格，这个是够资格的人给您下的请帖。这天也太干了，还是泡个澡舒服啊！哎，可不是嘛！哎，客官您的酒。老何，给你。你们看，有鬼！这是你们看看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有鬼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哪有鬼啊？没看到吗？
我看到了，在哪儿啊？就在那儿。哪儿呢？在哪儿了？在哪儿？哪有鬼啊？我怎么什么都没看着啊？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我是狐裘法师。哼，我乃千年女煞。放肆小妖，快回到中阴之域！尔等凡人冲撞煞星，还不快求饶？速离开！拿命来！呀！太上老君教我杀鬼，与我神风。上户玉女书舍不详，登山石裂，佩戴印章，头戴华龛，俗孽溃罡，何神不服？何鬼敢当？急急如律令带！哈！吓到各位了，我刚才施的确实是邪祟之术，算是以毒攻毒了。我想令郎是无意中开了阴阳眼，撞见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女煞。这女煞一旦被唤醒，自然要拿她泄愤。最可怕的是，这恶婆娘形态千变万化，无意中撞煞的人，都会以她所见的形状而死。不过莫怕，来，我这有碗圣水，喝了它可暂保平安。来。喝了这碗圣水，莫怕莫怕。喝，喝了圣水可确保平安。圣水，法师，法师，你得救救我呀！法师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法师，法师，救救我呀！我看到那个女煞了，她就飘在半空中。可是只有我能看见，她那个脸，那都不是脸了，那根本就不是人的脸呢！法师，法师，你救救我吧！法师，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！第一，别叫我法师了好不好？我是同州胡司马的二公子。第二，本公子告诉你，生死有命，女煞既然已经复苏，谁撞了谁倒霉。没得救了，小兄弟。哎，不过呢，也不是全无转机。这道灵符我耗时数年，诵咒108000遍，随身带着它，可暂保平安。这点钱，你还是乖乖等死吧。行行好，给一点吧。没有，给一点。行行好。崇礼，别怕，鬼煞也得讲天理。我们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怎么可能不害怕呢？法师都说了，谁要看见女煞的样子，就会跟她死的一模一样。而且就算买了那个护身符，也只能保我一时的平安啊。那总好过没有啊。你为什么不求过来呢？哎，他要价实在太高了。再说了，要是求了护身符，哪还有钱给你买礼物啊？什么礼物啊？这会儿给我，你要见了又没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小白，这是我将来娶你过门的聘礼。相信我，我马上就要发财了。等我攒够了钱，就给你赎身，娶你过门。你一定要等着我。小心！
霍将军，霍将军，周太被放走了。放了？是。霍将军，多谢了您。听说上头已经下文，让右侯卫把弱水会馆的人都给放了。您辛苦，您辛苦。我们杜老板可一直等着您过去呢。杜老板，好久不见啊！霍将军，真是忙啊！见你一面真不容易。不忙，一点都不忙。我抓的人被你都弄出去了，我现在闲得很呢。喝2杯。我不是来做客的。你怎么还这么无聊啊？我倒是想上会馆赌2把，但貌似3年前就没人能耗过1局了。何必总要赌那么大？谁愿意押上身家性命陪你？又不是明天就死了。杜远山，我知道你不屑论对错，但你干那些勾当，不觉得丢人吗？丢人？丢谁的人？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人？你那些小算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再不收手，咱俩就鱼死网破吧。你还嫌身边的人死得不够多吗？那个胡法师嫌崇礼给钱少，不但没赐福，还说他必死无疑。不到2天，崇礼就出事了。你是说那个整天装神弄鬼的胡球？头先有个当兵的撞煞而死，也是胡法师赐了福，才保了全家平安。我会不会死？我会死吗？我会不会死啊？小白，有我们你别害怕。我想知道，你跟何崇礼相好，他最近发了一笔横财，知道是哪来的吗？他如果不送我那只蓝玉镯，他就有钱买法师的护身符了。都是我不好，不该连累崇礼。情郎女子是不配有幸福的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萨摩，带他去凡社住下。我们都打起精神，去抓人吧。从实招来，胡球，你区区一个神棍，四处散布女杀谣言，制造恐慌，谋取私利，要遭天谴的。哼，愚蠢，太愚蠢了。
李少卿，你不过是个凡夫俗子，什么时候你能参透阴阳五行、天地生死，自然会开天眼见诸般神迹。我靠本事替人驱邪挡煞，也正是顺应了天意。老大，别跟他斗了，上家伙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别跟我来这套，无凭无据，你们无权对我刑讯逼供。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我爹是谁吗？同州知府胡敬堂。你爹可是个好官啊，二公子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令尊呢？上刑！官人，我错了啊！饶命啊，官人啊！打死我，我爹不会放过你。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了。张骞是最后一波进来的，至于他进右侯位之前的情况，我们就不清楚了。好，如果再想到什么关于他的事，随时来大理寺找我。好的。李少卿，张骞的案子还是没有眉目吗？依我看，这件事交给你们大理寺也不过如此。你要办不明白，不如让我来。霍将军，你的事儿就办明白了。说抓赌，为什么会馆抓的人全都放了？兵部，别逼我说难听的。李少卿，你诋毁3省6部，我不管。能否请您先把案子断了，别让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。泡澡，泡澡，泡得我起了一身大水泡。你们两个泡澡泡得够久的呀？黄三泡，黄三泡，当然要泡3泡啦。烦人不？哦对了，我们有重大发现。我也有。杜远山一直利用他遍布全国的商行，向境外走私军械，这事小白和何崇礼都知道。何崇礼出事后，小白怕遭人灭口，突然给我寄了封信，把来龙去脉都交代。前段时间，一支商队在洛阳附近被抄，官兵发现这30项货物全都是违禁军械。那支商队是归在杜远山名下的，那个神棍的老爹，同州司马胡敬堂本想彻查，但是被长史摁住了。你们也都知道，姓杜的在朝堂里势力不小。事发后，洛阳那边马上就有他们的内应往刑部通风报信，刑部几位高官去若水会馆密谈此事。小白刚好是被他们带去陪酒的人，他就无意间偷听到了。他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何崇礼，谁知道这何崇礼脑子一热，就拿这个去要挟魏俊卿，想换取他们操纵市场的商业机密，发大财。难怪之前这个何崇礼那么胸有成竹啊！看来是那个姓杜的给了他点甜头啊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杀人灭口。何崇礼昏头了，怎么会想不到这点？纯属找死啊！走私点银钱蚕种也就算了，这么大规模的走私军械，明摆着是要叛国呀。可是，就算何崇礼是被他们灭口的，那张骞的死又是为什么？还有杜远山，本来杀他们易如反掌，为何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大呢？想不通就说明此事一定还有隐情。来，三胖，你去一趟洛阳，带一份公函，去找同州司马胡敬堂聊聊，他很重要哦。请我再泡回澡，我就去。话这么多呀你！哎，我肚子突然好饿呀，没有宵夜吃怎么办？怎么动脑子呢，4年？哎，我烧鸡呢。哎，三胖，你上次答应我的烤饼呢？哎，双爷，你留给我的卤猪蹄呢？哎呀，别走，问你话呢。想起你的往事了。小白让我想起我娘。来，把这酒喝了。青楼女子跟达官权贵搅在一起，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
年前。累死小爷我了，3天3夜没歇脚啊！回来啦！哎妈！哎呀！那个胡司马已经全告诉我了，他们现在上面啊是铁板一块，根本撬不动。他也得保证自己的官位嘛，所以他现在这个走私案啊，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查。虽然不能查，不过这个胡司马呀，跟霍将军他父亲早年就有交情，所以他已经写了密信告诉了霍将军。虽然案子查不到啊，但是朝廷有个人在这儿，不是也挺好吗？哎呀，那他儿子怎么那个德行？哎，我突然想到，之前我们不是一直想不通，杜远山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杀人事件搞得神神鬼鬼的？我们可以反过来想，如果这个案子扯上鬼神的话，那么谁嫌疑最大呢？胡球，聪明。哎，那他跟杜远山有仇啊？如果胡球真被判成了凶手的话，他爹胡敬堂还能接着做官吗？烧饼。还有，张骞的背景也查到了，也是杜远山的手下帮他托的关系。他是安插过去的耳目哦。而且一去就很受霍萧赏识。张骞感激之余，也可能会鬼迷心窍，想重新站队，所以老东家要除掉他。呀，那走私案霍将军也知道了，他不会有事吧？女煞，将军没事吧？霍将军，霍将军，没事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没事，没事。霍将军看见了女煞，可我们什么都没见着啊！用不用我大理寺派人守护呀？闭嘴吧你！来瞧一瞧，看一看来。再来啊！远山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吧。我也要去。别添乱，你们看家。我非要去。我也得去。没钱啊，四娘。慢走不送啊！畏罪自杀了。把霍萧拿下！凶手就是霍萧。刘四卿、周侍郎、王忠诚，案件已经查明了，凶手就是霍萧霍将军。好，拿出证据来。是，忠诚。这2桩所谓的女煞凶案，奇就奇在女煞无影。啊！有女煞！在哪里啊？就在那儿！可为什么每次只有遇害者能够看到她，在场的其他人都看不到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在场的证人全部都说了谎。我知道大家肯定都认为这2桩凶案情况各异，证人都不同，要想实现所有的证人都一起帮着凶手作伪证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可是凶手正是利用了我们这点疏忽，巧施了小小的手段，便把不可能实现为可能。那你说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前面2起案件，张骞和何崇礼撞煞的时候，在场的目击者其实是同一拨人，他们就是霍萧手下右护卫的心腹部队，也就是张骞所在的巡夜2队。而这位传说中的无影女煞，
其实也是霍将军的一位手下假扮的。这位手下武艺高强，尤其擅长轻功，人称草上飞。子苏查看过右侯卫的档案，这位高手在案发前的半个月突然退伍了，不是调职，而是退伍，提前退伍。如果没有霍将军首肯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异想天开啊，与本案毫无关系。霍将军，你是不耐烦听了，可其他人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。第一次事件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张骞跟当时一起的巡夜二队里所有假证人在一起巡街，而假扮的女煞就吊在对面高楼的屋檐边，在场的其他士兵肯定都装作看不见，于是张骞直接被下药。而第二次事件，狡猾的凶手正是利用了我们的这种疏忽，大家肯定都万万想不到，第二次发生在浴室里的遇鬼事件，在场的目击证人全部是第一次事件当中的卫兵假扮的。事实上，何崇礼遇鬼的那一天，整个清泉浴场都被凶手包了，门口变成了卫士值守，阻止客人进入。三炮。后来我和萨摩去了一趟清泉浴堂，我俩在澡堂里都快泡秃了皮了，终于等到了证人。这位是长寿坊绸缎商顾老板，他是清泉浴堂常年贵宾。请问，何崇礼遇鬼的那一天，你是否去过清泉浴堂？我去过，我是那家的常客，每月固定初五、15和月末回去泡汤。去的那天，我记得清泉浴室开着门，但是有几个小伙子拦在门口不让进，说是什么今天不对外营业。我在那浴堂一直都是贵宾待遇，受不了那个气，这不就和他们吵了起来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小，嗓门又大，当时在街上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我们还找到了8位当时围观此事件的街坊，他们都可以证明，当时顾老板被几位年轻男子挡在了浴堂门外。带上来吧。就是他，最先动手的就是他。你看，这几位呢，都是巡夜二队里的卫士，也是第一次遇鬼事件里的目击者。可是他们几位又同时出现在了第2次遇鬼事件的案发现场，并且还阻拦了嫌人进入。这已经不能说是简单的巧合了。霍将军，我给你看个熟人吧。陆京，哎，等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我只是提及的那位假扮女煞的高手，可没说那人的名字啊。霍将军这是不打自招啊。不过这具尸体其实也不是他。起来吧。所以，这一切都可以证明，所谓的遇鬼事件，只是霍萧一手安排的。霍萧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手法解得还不错，问题是，这2个死者跟我无冤无仇，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杀他们，更何况，我霍萧杀人，干嘛搞得这么浮夸？归根到底，就是因为你要嫁祸杜远山。怎么讲？我们在查案的过程当中，的确把杜远山定为了最大的嫌疑犯。这一切都是凶手故意构陷的结果。我们也曾向您汇报过杜远山走私军械的事情，而这件事就被霍萧用来制造杜远山的杀人动机。因为被害的何崇礼是知晓走私案需要被灭口的人，何崇礼更因此敲诈过杜远山。至于张骞嘛，他本来就是杜远山安插在右侯卫里的耳目，可是最近却跟霍将军走得很近。所以，他看起来就有了反水的可能，因此，杜远山也就有了杀他的理由。杜远山性情诡异，你把杀人手法搞得这么神秘可怖，一来符合他的行事风格，第二更重要的，这会让我们认为杜远山在通过制造鬼神之事嫁祸胡球。胡球在这方面表现确实可疑，并且杜远山也有绝对的理由嫁祸他。
胡球的父亲同州司马胡敬堂知道了走私之事，而且没能被他们收买，是一个很大的隐患。你引导我们产生了一个看似合理的想法，那就是杜远山想通过制造凶案嫁祸胡球，从而连累胡司马，使他连官位也不保。这样一来，杜远山就成了最大的犯罪嫌疑人。不得不说，霍将军真是有勇有谋啊！犯人霍萧，你为什么要苦心铺排这一切，陷害杜远山？你这么爱说，请吧。因为他要毁了杜远山。为什么？因为杜远山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严于律己，更严于待人，有偏激的控制欲。面对他们在乎的人和事物的时候，尤为如此，要求一切都符合自己心中的条条框框，否则的话，就会产生强烈的痛恨感。这就好比是一对恋人，都想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改变。可霍萧的意志却比普通人要严重的多，更偏颇的多，因为他的标准是完全主观的。当霍萧发现杜远山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，也无法改变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想法，毁了他。对吗，霍将军？起初只是心中的一个念头，然后越扩越大，越扩越大，直到无法收拾。最后，你一看到杜远山就想杀掉他，因为他太让你失望了。有件事，我要提醒你们一下：杜远山贩卖军械的事，不单单是走私的问题。我在暗中调查过，就算他再天才，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把商会开满全国。这一定是有人跟他合作，互惠互利。他们帮助杜远山建立商路，同时也利用他的渠道，大量输出我大唐先进军备。所以，这可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了。霍萧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你要早知道为什么不揭发？你想毁了他，你倒直接揭发他呀！你还素称忠勇，你知道忠勇二字怎么写吗？那怎么行呢？远山说过，愚人才走正途。我想毁他，就得毁得漂亮。要不白让他栽在我手上一次。他从小就比我聪明，我得让他服我一回啊！你够聪明，察觉到我们开始怀疑，所以为了摆脱嫌疑，你就演出了一场自己遇鬼的戏，然后把杜远山约出来决斗。这样的话，即使失手杀了他，你也是正当防卫。你所做的这一切，你的好朋友杜远山都知道吧？那他对阁下的韬略又能打几分呢？远山，哥，你是真的想让我死吗？为了所谓的公平正义，不是？你终于应了一句。好了，诸位，
女煞之事可以结案了，但事情没完。有关杜远山私贩军械一案，必须彻查。谁在背后跟杜远山合作？他们又有什么目的？程烨，在。你们特别案件组能接手吗？交给我们了。一个人喝酒不闷呐。来来来，我请你。你会这么好心？这壶酒呢，是谢谢你抓了霍香。什么意思？每次他带着那个幼猴卫巡街，都弄得我鸡飞狗跳，各种臭规矩，还老喜欢罚钱。现在他走了，我们夜里做生意，歌舞升平，财源广进。酒你慢慢喝，不够还有。3娘2步，想请你打听一下军械走私案，最近江湖上有什么风声？嫌少啊？这是掉脑袋的事儿，我不沾。我劝你，最好也别沾。你怕了？这个案子比你们之前的那些都大，水也深得多。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只知道，你们都是我在乎的人，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晚安。哎，别走了，各位军爷，这宝瓶谷闹鬼，一到雷雨之夜就有阴兵借道。阴兵借道？确有这种传言。哼，什么阴兵借道，都只不过是山野村夫的胡话而已。我堂堂荆州府的将士，岂能给鬼让道？今儿老子就在这歇脚了。去！王岩，你可知罪？
重刑加身。陆尚书，您实在太客气了，理应是下官奉上好茶，请您才对。李少卿，这又不是在朝堂之上，何必拘泥礼节？今天在我这儿，不谈官阶，只论兄弟。请，我来。恕陆某直言，六部下945间，我最欣赏你们大理寺的行事做派，区数月屡破奇案，陆某实在佩服。尚书过奖了，若有需要在下效力之处，还请尚书明示。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，这个人现在就在长安。报，尚书大人，大理寺黄三炮有事禀报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小人见过陆尚书，公务紧急，还请陆尚书恕罪。无妨。是。老大，有案子，我们得走一趟。在哪儿？广云山，宝苹果。你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还没死。正是，发现王统军的时候，他还有一口气。这个死因已经很明显了，利刃避开了心脏，凶手是诚心要折磨死者，让他一点点的血尽而亡。他们是从荆州来犯上的。本来今天就该到苏伟营报道了，可是现在王统军惨遭毒手，这叫我们如何跟上头交差呀？这是阴司的鬼符，你们发现王统军的时候，这东西就在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鬼符就已经插在胸口了。地府就在眼前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咽气了，眼睛也没合上，嘴也张着，感觉他这是死不瞑目啊！地府在这儿，按说你们多次行军，王统军对这带山路应该很熟悉，怎么能从人世一脚踏入阴间呢？一定是被人绑走的。昨天晚上你们睡那么死，什么都没有听见。有话快说。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阴兵借道，昨晚就被我们碰上了。阴风阵阵，人喊马嘶，鬼哭狼嚎，脚下的地都在颤抖，可就是什么也看不见。听说是前朝将士在此过路时中了埋伏，全军覆没，将士们怨念不散，变成了阴魂。哎呀，双爷，我肚子突然好疼。你咋那么懂事儿？我头也疼。哎呀，快扶我回去。没事吧？哎呀，你这突然的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副将，感觉有点问题啊。有啥问题？只是感觉而已。能不能走快点？好饿，好难受啊！走。好疼啊！到底疼还是饿？要不要歇歇？再忍忍啊！不要！
我吃完了，你们慢吃啊。我也吃完了。哎，你肚子疼不能进荤腥。我现在饿得头都疼了。那更不能吃这些了。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宝瓶谷的阴兵传说不是空穴来风，不管和王岩的死有没有关系，我们都得找一个雷电之夜，实地查探一下。啥时候啊？等没人装病的时候。哎，哎，我说，你真的头疼？没有。小千啊，最近城里的瘟疫开始扩散了，按这个速度，很快就要封城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少卿，我们所知道的全都跟您禀报了。阴兵借道之说由来已久，我们呢也只是听说，并无实证啊。对此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每逢雷雨天气，躲在家里不出门啊。那3天前，荆州府兵经过，可发现有何异常？没有。就不想知道王统军是怎么死的？鬼神之事，不敢瞎操心。好，那就带本官查清楚，破了这荒诞无稽的鬼神之说。我倒要看看哪路阴兵敢作祟。今天晚上借哪条道？我们走。今晚谁都不许睡。给你熬的药，保持距离。你要是喝了这个再不好，我得叫四娘把你给关起来。这管用吗？当然了。你还医好过谁啊？后院的马。
嗯。家书，家属，而且应该是长安本地人。死因与王统军一样，都是历任川兄，死于失血过多。带回去，查验身份。昨晚这是怎么了？阴兵没见着，倒又死了一个。你们大家昨晚睡得好吗？跟你们一样，整宿没睡。风景不错嘛。四娘，这就是宝瓶谷了。第二个死者就是在这对面悬崖上发现的。以你的江湖经验判断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跑那么高的地方去杀人，真不嫌累。走吧，到山顶看看。我如果杀人，绝不会选择这种地势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想死就给老娘多烧点儿！现在闹瘟疫，传染性很强的，一不留神，传完就是死城了。墙角也多撒点啊，还有地上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生意刚有点起色，又没人来了。萨摩，又死哪儿去了？给我出来！四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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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后院吧，那2头猪啊，不行了，要不……不行，小白和花花是我亲手养大的，赶紧给我找双叶，必须给我治好了。萨摩多罗，人呢？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呀！哎，萨摩，过来歇会儿。哎呀，还是李少卿心疼人呐。第二个死者张大福是长安市郊的农民，家里还有几亩田，生活不错。还有，他7、8年前入伍打过仗。后面的你猜猜？原来跟过王统军吧？正是，后来负伤退伍了。我看过他的手，是惯用兵器的，而且武艺还不赖，当兵也不是小卒子。老大，武侯部送了一个人，可能和案子有关，暂时安置在樊舍的客房里。什么人？书生模样，现在昏迷着，说是差点死在宝瓶谷。哎，老大，慢点走，别磕着。书生模样。他们抓住你，然后呢？都对你做了些什么？审判呗。审判？你之前做过什么？还要劳烦阎王爷亲自审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从那路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一向清白做人，他们凭什么找上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看着挺斯文的，练过呀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再好好回忆一下，审判的内容是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当时吓傻了。啊！那些武长和判官就在我眼前晃着。什么判官？具体说。还能有谁？难道你们连地府的情形都不知道吗？
都是鬼啊！好，不问了。你说，你之前走过那条山路？走过。那你能不能把那天的路线画下来？我想不通，打死也想不通。明明是很熟悉的老路，怎么就鬼使神差，一脚踏进了阴曹地府？他就是被吓着了，没什么大碍，让他休息休息就好。你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李少卿，秦某求见左卫大将军。这怎么看都是普通山路啊，来回就这一条路，怎么可能通到别地儿啊？说的也是啊，路就这么窄，就地演戏的话，也不可能。到前面看看。李少卿，多谢了。我跟秦隐自荆州一别，距现在已经有7、8年未见了。秦某也常来长安，只是一介布衣，不便叨扰将军。读书人就是臭讲究。怎么，现在捡回一条命，想起我来了？秦先生原来在黄将军帐下。当然了，当年我带着军队都是隶属荆州大本营的，诸位可不要小看了秦隐。多年前打东突厥的时候，他可是立过奇功的。哦，那秦先生后来是为什么隐退了呢？哦，秦某胸无大志。他的大志啊，就是他的书画文章。怎么样，秦隐？这次在我的府里多住上一些日子，抽时间咱们切磋切磋如何？黄将军，恐怕不方便。为何？秦隐是案子的关键证人，我们需要他随时配合调查，还望将军见谅。大人，全城搜了一遍，没找着人。偌大的长安城，你们2天就搜遍了？你们左侯卫就是这么办差的，啊？继续找。是。见没见过这人？站住！没见过。走吧。李少卿，你们在贴什么呢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无可奉告。走。都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！让！近日，长安城内疫病蔓延，民众外出务必遮住口鼻，如有咳嗽、发烧等症状，应尽早报官，紧速隔离。知情不报者，必依法温处。这边。四娘，给我。老娘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差了，这个月月钱先停发啊，等疫病过去再做打算。王延庆和张大福3个人都在保平谷误入阴司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很明确，都曾经在黄显忠帐下效力，参加过对东突厥的几次作战。7、8年前，东突厥和大唐常起冲突，但规模都不大。我前2天去兵部查档案，陆明好像还不太愿意配合。陆尚书这个人不好打交道，之前他可3番2次找我拉关系，
这会儿怎么突然像换了个人？我说你怎么看谁都可以啊，李少卿，人活着不是为了破案子，你放松点儿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这个秦野好像有什么瞒着我们，不妨再审审。磨蹭什么？还不快招！别逼我们动大刑！招什么呀？我知道的早就说了呀。我劝你啊，能写的就赶紧把它写完。那哥们儿啊，就爱使用暴力，他就希望你啥都不说，好对你用刑哦。你别说了，求求你了，叫我闭会儿眼吧。没问题啊，只要你肯把这份供状写完，我们准备了很舒服的床榻，你就可以美美的睡上一大觉。少来这一套，老子好歹也曾在军中服役，有种你们就折磨死我吧。最近朝中不太平啊，兵部的陆尚书和左卫大将军针锋相对，明里暗里拉拢各派势力，朝中百官人人自危呀。他们也找您了？尚书找过我，一直想试探我对诸位朝臣的态度，为什么又不肯明说？我看他恐怕是掌握了什么证据，否则绝不敢贸然出手啊。他也找过李少卿。哦，少卿，陆尚书来访。请他进来。李少卿，陆某不请自来，冒昧了。陆尚书，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贵干？来了解王延案的进展呢。荆州府统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兵部理当过问呢。以王统军的军阶，你们应该素未谋面吧？陆尚书，您真是有心呐。陆尚书，大理寺的特别案件，在未审理之前，都需要保密。哦，属李某，无可奉告。哦。打扰了，那本官先告辞了。李少卿，请留步。都看清楚了吧？有什么要说的？有些话现在不说，可能你这辈子都能记不住。2天前，兵部陆尚书弹劾左卫大将军黄显忠，说他通敌叛国；而昨日，大理寺又奏请以诬陷、谋杀2罪捉拿陆尚书。你们2人乃是朕以为柱石之人。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朕实在是颜面扫地，所以朕希望你们今天都说实话，在3司会审之前，让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臣有罪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陆尚书，你说黄将军通敌叛国，可有证据？这是一份已经画了押的供状。
是黄显忠心腹手下孟云供出来的，上面详细的记录着6年以来，黄显忠与东突厥使者秘密接触，接受巨额的贿赂，出卖大唐军事机密的事实。臣知道空口无凭，臣已经把证人带来了，孟云现在就在殿外。宣他进来。传孟云觐见。草民孟云，拜见陛下。孟云，这供状是你亲笔所写，签字画押的吗？回陛下，是。你是黄将军什么人？我名义上是将军府的书吏，大概6年前开始替他处理机密事务，但据我所知，在那之前，将军就已经被策反了。因为从8年前开始，他就率领部下在边境与东突厥作战，实战时刻，长期驻扎。和敌国细作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，逐渐被渗透。你要朕相信你说的话，可是要有实在的凭据啊！回陛下，有，这是从去年春天起，东突厥特使阿史那多莫送来的3封密信和2次交易的酬金礼单。朕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个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向陆尚书供出黄将军？陆明请罪。臣是在3个月以前抓捕策反的孟云的，严刑逼供，才拷问出了真相。一派胡言！陛下，好了，陆尚书，我们听听大理寺的人是怎么说的吧。各位，陆尚书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成立的话，一个基本的条件是，证人孟云真实可信。但如果我们面前的这个孟云，他根本就不是孟云呢？什么？黄将军，你应该不会忘记，孟云有一个长相相同的孪生兄弟孟昭吧？8年前，他随同您征战东突厥，可是军中的一员大将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位到底是不是孟云？如果看脸认不出的话，还可以看手吗？孟云，他是一介书生，可这手是我刀枪的手，所以你是孟昭，是陆尚书找你来假扮孟云做伪证的。萨摩多罗，你是怎么知道2兄弟的事情？还有，何人为证？请陛下传证人秦隐。8年前，他曾是黄将军帐下的军师。传秦隐觐见。叩见陛下。秦隐，萨摩多罗的话可属实？回陛下，萨摩多罗所说句句属实。当时黄将军从军中挑出一支武艺高强的先锋队，孟昭就在队伍当中。他的确有一个孪生弟弟孟云留在长安，未曾投军。陆尚书，陛下，臣。陛下，这秦隐不仅是指证孟昭的证人，我们还通过他查出了宝平谷连环凶杀案的原委。快说来！这几桩所谓鬼谷阴司的案子，都是孟昭在陆尚书的帮助之下完成的。至于陆尚书为什么要帮他，是因为2人达成了协议，让孟昭假扮成孟云做伪证，以叛国罪扳倒黄将军。至于孟昭，他为什么要制造宝平谷的惨案？因为他要复仇。复仇？为什么事情复仇啊？那是7年前的一件军中密事，我们不眠不休审问了秦隐3天2夜，他才把事情说出来。这便是秦隐的供状。
当时大唐和东突厥打了1年，战事焦灼，边患不断。于是朝廷秘密授意黄将军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潜入敌国，暗杀竭力可汗。但行动失败后，先锋队被俘。随后大唐却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，因为暗杀手段太过阴毒，一旦承认，便有损大唐国威。此举对于将来和邻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隐患。那些参与行动的将士们都……唯一一个活着逃出来的人，便是孟昭。所以孟昭的复仇心情情有可原。在宝瓶谷误入阴司的3个人，都是孟昭的复仇对象。王统领作为当年的指挥官，见风使舵抛下了部下，而秦隐是那次暗杀行动的谋士。至于张大福，当年也是先锋队的队员，后来假装负伤中途退出，最后还平安退伍。所以，孟昭设计地狱阴司的用意很明显，他就是要审判这3个人。而他最后一个复仇对象，就是黄将军，因为他是当年那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。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一切要从作案手法说起。受害者们都在熟悉的山路上莫名其妙走进地府，事后在原地却都找不出问题。这是因为凶手们紧挨着原路挖了一条等宽的岔道，再用同样的山石和植被做尾饰，引人走入岔路。借助烟雾，各种假扮的鬼神就忽然出现。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。受害者先被审判，后被杀死，然后丢在悬崖上，胸前呢，就放着阴司的鬼符。那凶手为什么要选择在宝瓶谷呢？还有，这阴兵借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谓阴兵呢，只不过是一种天气现象。这宝瓶谷就是一个口小肚大的瓶状山谷，从入口处吹进来的风就会被聚拢、扩大，就好像瓶子里吹气一样。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夜里，岩壁上被反复扩大的风声、雷声叠加产生震动，就出现了类似战场厮杀的嘈杂怪声，让人联想到阴兵借道。凶手借此模糊焦点，误导我们的调查方向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冤枉啊！他们血口喷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陆尚书正好收到证据。我们重新走访了村民，重审理证。据他交代，2个月前，大概是在6月中旬，他们接连多日看见士兵从长安方向来到宝瓶谷，并且隐约听见开山动土的声音。随后被下了封口令，胆敢外传格杀勿论。根据宿卫营的记录，从6月15到6月底，陆尚书前后8次抽调过左后卫3个小队外出执行任务。照这个人数和时间，足以在宝瓶谷修出条假路。陆尚书，这算不算证据呢？我派遣士兵是为了搜查孟云，我抓捕了他，拷问了他，但是他跑了。为了抓他，你甚至不惜制造假疫情，想让长安封城，以便瓮中捉鳖。找一个孟云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就是因为抓不到他，找不到他，我就没有证人呐，没有证人，所以你就承认他是假孟云了？证据还有，陆尚书，你酝酿弹劾很久了吧？最近终于要出手了，所以你在朝臣中走动的尤其活跃，明里暗里的拉关系，无非是想让更多人站在你这边。但秦隐死里逃生是个意外，你们没有想到，而他又知道太多内情，很可能会认出孟昭。为了确认此事，陆尚书特地把孟昭打扮成随从，带他来到大理寺，以询问案件进展为由，见到了秦隐，发现他确实认得孟昭。之后，孟昭就夜闯客栈，来到秦隐房间，想对他下手。幸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夏魔和秦隐就躲在院角，亲眼目睹了孟昭翻墙的全过程。没错，我就是孟昭，是我替袍泽兄弟们报了仇，是我审判了他们，他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。来人！只可惜，你还活着，黄将军。你还记得吗？那些士兵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还喝了你的壮行酒。但天下人不能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死。你知道，朝廷知道，太上皇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？为什么？陛下，臣……行了，除了陆明还有黄将军，其他的人都退下吧。
草民告退。臣告退。陛下，臣。陛下，臣。黄将军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你不必自责。你的病刚好，先回家休养吧。啊，谢陛下，臣告退。谋杀、诬陷2罪并罚，丢光了朕的脸面。朕的身边不需要你这种乱臣贼子。陛下，行了。陛下，陛下。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啊！爹，快去倒水呀！我难受啊，爹！哎，公子，喝点水。爹，杀了我！快去请大夫！快去请大夫！快！哎。不妨事，公子就是上火、热毒攻心，清清静静的饿几顿，再吃几帖清热降火的药即可。啊，好。公子还有些许痰湿，我有一古方正好对症。那谢谢陈大夫啊。蒲公英3钱，地丁3钱，板蓝根4钱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公子他出事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的儿会这样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去把要不得陈老儿给我找来，我跟他没完！我儿吃了你的药，转天暴毙，肚子长满了蛆，这是什么药法？好你个庸医，好你个18针！老爷，我儿跟你有什么冤仇？你下次毒手啊！金针杨氏，解释什么呀？我儿在这我解释按照医理，令郎暴毙，怎能怪到我的头上？师傅，别拦着我！不管你怪谁！老爷，大理寺来人了。师傅，各位官人，凶手便是这个穷凶极恶的陈大夫，各位给我做主啊！赶紧将他缉拿归案呐！各位官人，我在此开医馆30年，不说悬壶济世、救人无数，至少对每一个病人也是尽心尽力。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，不要平白无故污了我清白。我污你什么清白啊？我儿子死了，在那躺着呢，我污你什么清白啊？你说是谁？够了啊！倘若他真是凶手，我们必定会将他捉拿归案。但没有证据，直接抓人，未免鲁莽。各位官人，还需要证据吗？我儿子就躺在那儿，几位上前一看，便一目了然。上前一看，便一目了然呐。走，走！你得让各位官人给我，你个庸医！你得让他们主持公道，庸医清白。师傅，杀人犯！谁是杀人犯？庸医！我是师傅。庸医！好了，你不要拦我，我要个公道！行了，为什么？行了。哎，我说刘公，你先消消火。这人死不能复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其中缘由您跟我们讲讲，我们才好下定论，不是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儿忽然腹痛，吃了这庸医开的药方，然后我儿就……官人，一定要将此人严加惩处啊！官人，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各位官人，刘公子上火之症，我以金针刺其上心、神庭等穴，去火排湿。
这些穴位并非药穴，我如何夺人性命？再说这汤药，我只负责开方，取药抓药的全是刘府的人经手。要说我的汤药有问题，刘公，应该问问你刘府的人才是吧？对啊，胡说！就是你，我府中仆人个个忠心耿耿，岂能有失主的事情发生啊？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我要问你，我头上呢？我要问你！别吵了，刘公，药方和汤药还留着吗？在。来人，在，快去把药方和药渣拿来。双叶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？正如这个大夫所言，风府、内关等穴位有针灸的痕迹。不过这些并不是药穴，所以并不致死。其他的情况还需要带回去解剖了才能够知道。这药方上的药物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寻常药物，并且相互之间不会冲克。从药物的残渣来看，汤药里面并没有下毒的痕迹啊。各位官人，我倒要告刘公一个诽谤！你，我行医几十年的清白，岂容你污蔑？医馆还有很多病人在等我看医，如果要没有什么其他要事，我就告辞了。各位官人，刘公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线索？那刘公子平日里可有什么仇家？没有。他虽然行为放荡，可本性不坏呀，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。官人，你要明察呀。那一切还是等尸检之后出来报告结果再说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工钱怎么算？什么工钱？我陪你跑了一天了，白跑啊！萨摩多罗，吃得很香啊！吓死我了！你是鬼啊你！一天不打你上房揭瓦呀！四娘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四娘，现在已经不光学会了偷懒，而且还会撒谎。你的那些碗生了多少？什么呀？当我看见这个牡丹花的时候，就觉得必须给四娘戴上。因为四娘就跟诗里说的牡丹花一样，是若教解语应倾国，任时无情也动人。地摊货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去买的时候，金店老板说这是纯金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买这副耳环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掏光了，才买得起它，所以才每天跟着李少卿他们去办案嘛。干嘛？绝对是真的。哎呀，算你也是开了窍了，这回我就饶了你。哎，你知道现在天也不太热，要不然你那些碗要是生蛆了，我弄死你！还不洗碗去，怎么还吃？天不太热，没法生蛆。萨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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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猜这是什么？刘公子肚子里的东西啊！
什么味儿啊？这是老板娘，能不能管一管呀？哎，不是吗？哎，客官，别走啊！这什么情况啊？账还没结呢，客官，哎，客官，把账都给我结了呀！怎么回事啊？是萨摩。走，还想装是吧？我看到你把这个推给双叶了，是不是想把这个事情嫁祸给双叶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哎，你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你这样做对吗？仗义吗？好，是我，都是我干的。好，既然承认是你做的，所有的损失从你的工钱里扣。今天声音够冷清的。我刚刚替你挡了一刀，你可得帮我，能多讹点就多讹点。萨摩，我舍不得你，你不要走，别走。萨摩怎么了？我要离开你们大家，离开凡社，离开我心心念念的长安了。萨摩惹了四娘，四娘要赶他走了。别求他了，我欠四娘的钱我自己能还。行了，够了吗？我再也不能跟你们在一起攀了。这样可以了吧？难道我们的情谊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吗？这都给你，行了吧？四娘，账还给你了，咱们两清了。扇子。哎，用嘴说就行了，还想害我破财啊？你破财？说案子。刘公子味蕾的残渣是马肉，而且是生的。那个蛆虫是从马肉里来的？不可能，现在还没到夏天呢，哪来的蛆虫啊？那就是马肉被人动了手脚。四娘，哪里能买到马肉的？臭小子，好吃好喝还不够，居然还给我惦记起了马肉是吧？想死吗？本朝一向重视马政，一应战马、伤马皆是登记在册，社目间进行管理。如今边患未除，西北仍有战事，马匹是重要的作战物资，民间是禁止买卖的。那这马肉是？既然有登记在册，找卷宗，一查便知。哦，你们要的记录都在这儿了。多谢你了。生事不易保存，只需查阅刘公子去世前3天的记录就可以。可是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记录啊。没有交易记录，也没有马匹报亡记录。难不成这马肉还能从天而降？难道是双叶推断错了，线索断了？我已经仔细的对比过了，不可能有错，的确是马肉。哎，几位，我听说长安西郊有个黑马市，都是胡商，有乌孙的、大渊的、大肉汁的，哪儿的都有。他们贩卖一些西域奇珍，甚至还有大渊名马。对了，幕后老大是个胡商，叫伊塞克。胡商可曾听闻近日刘家消息？没听说过什么消息啊？怎么，你听过什么消息啊？看来我要向你道贺了。这平白无故的，哪来的什么喜事啊？那个刘公子他暴病身亡。这消息当然，我听他家下人说，他肚子里长了蛆，破腹而出，死状奇惨。今天特意带来好酒好菜，就是为了向来庆贺的。听说你们是卖马的，有没有大渊马？多少钱？牵出来溜溜。官人要买马，那你得到木监处去。我们这儿怎么可能有大渊名马呢？别兜圈子了，我可是朋友介绍的。那官人恐怕是搞错了，我们这儿怎么可能有大渊名马呀？肯定是搞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姓刘的买的啊，我们家公子就买不得。
你这不是狗眼看人低是什么呀？刘公子并没有在我们这里买过马，私下贩马可是犯法的。公子切勿听信坊间传言啊！我刚刚只说姓刘的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刘公子啊？再说了，我刚听你们在讨论刘公子的死讯，还说要一起喝酒庆贺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公子，他刚才说的是我们在陇西认识的牛公子，你可能是听差了吧？你这个地方虽然精心打扫，放置了熏香，可还是有3、5蚊虫，说明你酒肆附近必然是有一个牲口棚，否则的话，这些专盯牛马的蚊虫又从何而来呢？你说你没有贩马，敢不敢让我们进去搜一下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大理寺办案，你们若是配合，只需将违规的马匹上交，此外再不追究；若是不配合，你们私下贩马可是流放的罪名，看你们如何承担。是，我们有什么说什么，还望官人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你和刘公子有何恩怨？他的死跟你有何联系？官人明察呀，刘公子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。那为何听闻他的死讯，你的朋友会向你来道贺？不瞒官人你讲，我们确实是恨刘公子。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长安城，铤而走险做一些小生意，不就是为了养活家乡的妻儿老小吗？可是，在长安城内，他刘公子之辈，强买强卖，巧取豪夺，欺压百姓，欺行霸市。我们挣不了钱不说，这还搭进去很多呀，官人。然而刘公子肚中的马肉确实来自于你处，马肉中遍布蛆虫，不是你在里面动的手脚吗？官人，小的平时也吃一些生的牛马肉，可你们看我现在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奇怪啊！有什么奇怪的？但说无妨。当年我在西域的时候，在一些少数部落见到过这种蛆虫，它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，像这个温度、湿度还有营养，如果这3个条件都不合适，绝对不会产生出这种另类。你的意思也就是说，这种东西本不该出现在大唐？对，确实如此。它们是寄生在牛、马、羊这类牲畜体表的寄生虫，叫做皮蝇，以吸血为食。每年天气冷的时候，这些虫潜入到牲畜体内产下幼虫，等到第2年天气暖和的时候，钻出体表，形成新一轮的寄生。听上去倒是挺残忍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刘公子的死和这些蛆虫脱不了干系。无伤，官人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冤枉啊，官人！这个皮蝇跟我毫无关系啊！我要是能养成这个虫子，我的本事可以比肩伽罗师了。那我还私下里贩马做什么呀，官人？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可以跟我去我的马圈去看一看啊！官人，这就是我饲养牛马的地方。虽然蚊虫多了一些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。早知道就不来这里取药了。胡说什么？官人，这个就是前些天病死的马。
这就是了。给你，还望官人仔细的辨认，还我一个清白呀！找不出来，找不出来，找不出来！这究竟是怎么死的呀？啊，死因是什么呀？我找不出来。双燕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把这尸体里里外外的剖了个遍，就是不知道死因是什么。我带了些蛆虫样本，你看看有没有新线索。不一样，从虫卵到成虫，都有差别。这完全不是一个品种啊！看来那个胡商也并没有撒谎。那这线索就断了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跟着你瞎转悠一天，肚子还没填饱，脑子怎么转啊？哼，哼什么哼？还看尸体啊？再不吃饭，你也变尸体了。走。这个，这个来4份，我再看一下。这个你给我拿5份吧。好，酱牛肉呢4份。好，再来个汤。不，这些汤都来1份。先来这些，快点啊！好嘞。别仗着少卿请客就不要命的点，他俸禄也不多的。照你这个吃法，早晚得垮。不给工钱，请吃顿饭怎么了？再说我这样呢，又能饱了口福，还能替樊社创收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三毛多罗，你干的好事儿！我干什么了？我可是按照菜单上最贵的点的，这顿饭下来的话，能给你创收不少呢，可以抵我今天的工钱了吧？抵工钱？我给你工钱就是让你这样害我的吗？怎么了？看看你送我的耳环，你看看，活腻了吧？拿个假的来糊弄我？那今天老板都说纯金的，我怎么会知道会这样呢？肯定是你平时着急上火太多了，你自己的事情跟这个耳环没关系。哟，还睁着眼睛说瞎话！哎，别吵了，我这儿有个东西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线索，李少卿，走，查案子去。哎呀，快！老三，你猜的果然没错，这个刘府啊，确实有些古怪。我翻墙进去之后呢，我看了一下，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样子。但是我走到后院以后呢，我发现了一间上了锁的小屋。仆人呢端着新的贡品进去，把旧的贡品拿出来，然后他们又把门锁上了。端着贡品的话，一定是去祭祀，可为什么不在祠堂，非要在院后的小屋，还上锁？我好奇的也是这个，所以我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把门撬开，进去一看。里边立了个牌位，一个牌位有什么不得了的呀？怪就怪在他那牌位上没有写名字，或者有意把名字给抹掉了，牌位上只写了足年岁月和清溪2字。从生卒年月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个孩子，而且距今已有4年。不尽宗祠，难道这孩子是刘公的私生子？
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刘公子的私生子呢？如果真是私生子的话，就算牌位进不了祠堂，也至少应该有个名字。清溪二字又作何解释呢？哎呀，哎，走。怎么样？你那有什么发现？这刘公跟吏部的孙元周素有争斗，两人都想抓住对方的把柄，所以两方都小心谨慎，怕被对方参一本。现在就刘公身上确实没查到什么。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挺奇怪的，前几天就是他来找你们断案的那天，宵禁了过后说是有急事要出城，去了城外的一个村子，名叫清溪。你说这宵禁了之后能有多大的事情？一个老人家自己要去城外。清溪，这清溪也太穷了吧，又脏又破，哪像在天子脚下？感谢老天爷，刘公子终于死了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恶有恶报啊！谁呀？你们是？大娘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呢游玩至此，有点口渴，想为您讨点水喝。哎，好，请稍等片刻啊。别光看吃的，看看那牌位。哦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牌位上的生卒年月和刘府那个一样？大娘，您这灵牌是小儿。4年前失足坠崖了。哎，大娘，您节哀，身体要紧。那不打扰了。节哀啊。回去吧。哎，大哥大嫂，跟你们打听点事儿呗。这家房子跟别家不大一样啊。是啊，他家儿子出息了，4年前在剑南拜了师，现在正在当地当大夫呢。可是他儿子4年前不是坠崖死了吗？哦，你说的呀是他小儿子，我们说的呀是他大儿子。说起来确实挺惨的，当年是我们家老头子给他小儿子下的葬，摸着胸口说有个窟窿，大半是石笋或者树枝扎的吧。对呀，你也别眼红人家了，也许上天看他死了个儿子，看他可怜，补偿给他的呢。哎呦，说什么呢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谢谢了2位。清溪4年前失足坠崖，刘公，这中间有什么关联呢？简直一团乱。你们今天去清溪查的怎么样了？更混乱。清溪那儿风景怎么样？以前可是个有名的猎场，长安的纨绔子弟最爱去那儿了。可是4年前不知怎么就渐渐荒废了。你是说，那儿4年前是个猎场？又是4年前，这个节点上，小儿坠崖，猎场荒废，还有大儿子剑南学医。我明白了。什么？
当时那老妇对着灵牌感叹刘公子遭了报应，说明他家小儿子并非是失足坠崖，而是与刘公子脱不了干系。村民说小儿胸口有个窟窿，我看周围地貌并无生长失损的可能，所种植被也都是柳树，树枝怎么可能当胸灌入？子素，你刚刚说过此地曾是猎场，几乎就可以推论小儿根本不是坠崖，而是中箭而亡，而射杀他的人就是刘公子。误杀，或者有意，这都有可能啊。那老夫为什么说谎？我还记得，子素你曾经说过，这刘公跟吏部的孙元周是多年的死对头，互相都想抓对方的把柄。刘公子射杀平民，等于给刘公的对方政敌竖了一个靶子。对，那刘公必然想把这件事给瞒下来。村民还说，他家大儿子4年前去剑南学医，可是一个拾荒为主的家庭，怎么能错足盘缠送儿子去剑南学医？可见他们家4年前得到了很大一笔钱。估计就是刘公给的封口费。那4年前猎场渐渐荒废，多半是刘公所为。那这些就都能说得通了。可是那个嫌疑最大的大儿子人在剑南啊。不，他就在长安。这又从何说起啊？那老妇对着牌位感叹因果报应，可见他刚刚才收到消息，而他腿脚不便，长居在家，消息自然是别人带给他的。李治，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他桌子上那盘栗子糕，正是长安城里天香楼的名点，当时可是一口未动。说明刚送来不久，而送栗子糕的人就在长安。想必此人早就计划好想要报仇，所以故意放出消息去剑南学医，以打消刘公的疑虑，然后改名换姓留在长安，学成医术，伺机杀人。走，去医馆。大理寺办案，要你拿。闲杂人等尽数回避。走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事情不是已经了结了吗？哦，又是刘公指使你们来无理取闹的吧？哼，找到这个，您看看。你弟弟惨死，自有王法可以替他伸冤。你身为医者，本应心怀仁德，却痛下杀手，与刘公子何意？慢着，仅凭这药丸，你们就胡乱抓人？大理寺从来不胡乱抓人。你偷偷培育这种皮影，一直等着复仇。刘公子身体抱恙，地丁3000，你正好迎来了最好的复仇时机。你利用学徒的身份，随着师傅前往刘家，给他服下这种特制的药丸。我说的可有错吗？这药丸上是有虫和虫卵不假，但我行医多年，还从未听说过皮影可以破腹而出，夺人性命的。我告诉你，这虫卵是可以被人的胃液消化的，根本杀不死人。哼！你们不信？师傅，我要是死了，我的徒弟任凭你们处置；我要是还活着，无凭无据，你们不能带走我徒弟。如果不是因为皮影，这刘公子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可这蛆虫又是从他体内爬出来的呀。据陈大夫所言，胃液能够将虫卵消化，他自己也吃下了虫卵，证明确实如此。如果真的如这个陈大夫所说，
可这个虫卵的确是从刘公子的身体里爬出来的，除非刘公子在当时吃下虫卵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或者是生命垂危。那也就是说，陈大夫服下的这个虫卵数量，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闹出人命的。可是对于将死之人元气衰竭所吞下的虫卵，在胃液里面只能服食一部分，而剩下的一部分就不能被消化掉，便会在体内迅速繁殖，直到咬破皮肤而出。那这刘公子真正的死因？这尸体里里外外我都查了个遍了，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就差把这个头给打开了。头，这儿，怪我一直受蛆虫的干扰，竟然没有发现这个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技术回避。请你们不要有事没事就上门无理取闹，这里还有很多的病人，要是耽误了看诊，那可是关乎人命的大事。哦，陈大夫现在又在乎人命了，你把金针插入刘公子脑部时，怎么就不在乎呢？不要血口喷人！金针刺血自然是不会有事情，可如果针上带锈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在汴州担任判佐时，就见过军中同僚因破伤风而亡，就是被生锈的兵器所伤。陈大夫，您的18金针名满长安，可否把您的针囊拿出来，给我们检验一下呢？任君查验。谢谢，少爷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嘛，金针根本就没有毛病。大理寺办案也不能冤枉好人呢。陈大夫，您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会随随便便的把这个凶器带在身上呢？所以那个带锈的金针，只怕您早就扔掉了吧？你以为随便再补上一根金针，我们就没办法查验吗？在刘府，你扎针之后，必然是把带锈的金针放回锦囊袋子，随之丢弃。殊不知，带锈的金针只要放入针囊，你再加入新的金针，也必然会沾满锈渍。萨姆，陈大夫，这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师父，这一切，这究竟……收好。好。人是我杀的，跟我师父没有关系。4年前，我弟弟进入森林玩耍，恰逢刘公子正在狩猎。我弟弟为了守护一只小白兔，就被刘公子一箭穿心而死。刘家势力庞大，我等小民怎么敢去撼动？这4年以来，我一直在寻找时机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徒儿，你不必为我脱罪。你弟弟的仇，我已经帮你报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心无挂碍，就可以专心的学艺了。
父。带走。请等一下，我本已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。正所谓，医者不自医。在我临走之前，能够了了你一个心愿，也是好的。徒儿，你天资不凡，只是被这仇恨蒙蔽双眼，一直长进缓慢。望你今后承我衣钵，将这金针之术一代代的传扬下去。是，徒儿定当不负师父嘱托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师父！之前我给你买了廉价的耳环，造成了你身体的伤害，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。于是我掏出我全部的积蓄，买了这个小小的礼物，希望能够弥补我的过错。你还有心呢，我摸摸看。你要干嘛？盒子包装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打开。只要粉。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迎击如玉粉，涂上之后红肿马上就会消退。看什么看？给我涂上啊！好嘞。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大夫还说了，这迎击如玉粉呢，如果混合唾沫的话，效果更佳。